没有人知道普京对乌克兰的总体战略，而最大的不确定性也在这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俄乌冲突持续将近1年了，这场鏖战有多种陷阱的说法，比如有人认为巴赫穆特是俄军给乌克兰军队挖的陷阱，因为俄罗斯在这里作战，后勤补给比较顺畅，而乌军为了面子又不得不奉陪到底。还有人说，普京愿意将俄乌冲突长期化，因为时间一长就能加速北约内部的矛盾，打击美元霸权和美国的全球军事霸权，所以这是俄罗斯给西方挖的陷阱。还有人认为这场冲突是美国给欧洲挖的陷阱，因为战争长期化给欧洲带来的沉重的附带经济灾难，让美国在能源出口和制造业回流上受益。基于俄乌冲突是一场代理人战争，这场战争还被认为是美国给俄罗斯挖的陷阱。因为西方国家只是出点钱，就能够将俄罗斯打成一个二流国家。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俄乌冲突的陷阱说呢？其实就要看谁在掌控着战争进程的主动权，否则各方都可能是那个处于被严重消耗的一方，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陷阱了。我们之所以认为俄乌冲突让各方都非常被动，主要就是因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总体战争战略极不清晰，西方似乎也在盲目的应对。俄罗斯的战略决策表面上说仍然要执行特别军事行动，但是人们不难发现，其实俄军当下是在被动应对目前的局势。普京9月份下令部分动员预备役人员，10月份开始针对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展开轰炸行动。11月份，俄军从赫尔松市撤出，我们无法看出俄军的总体战略到底是怎样的，其目标到底是什么。不要以为乌克兰军队有多优秀，根据美国的统计，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俄罗斯军队的伤亡人数以乌军伤亡人数之比都是1比1，俄乌双方都伤亡了10万人左右。俄罗斯想通过军事行动让乌克兰政府崩溃并不现实，而西方希望俄罗斯在前线或国内崩溃的可能性更小，甚至美国将双方推到谈判桌前的可能性也非常低。当前，俄罗斯军队正在沿着接触线挖掘防御阵地，建筑由混凝土障碍物和掩体组成的连续的防线，并在地面布下了大量的地雷。除非俄罗斯军队主动后撤，否则乌克兰人将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伤亡去占领这些阵地。另外，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发电、输电和配电系统发起的轰炸行动会造成直接和间接的军事成本和后勤难题，这是乌克兰必须长期面对的困境。西方国家正在帮助乌克兰在不断受到攻击的情况下尽可能的修复电网。尽管美国和英国经常预测俄罗斯将耗尽其弹药供应，但俄罗斯正在坚持这种战法。现在没有人知道普京的战争目标是什么，人们推测有这么几种可能：第一，尽可能的保住已经夺取的土地，让乌克兰为收复领土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付出高昂的代价；第二，持续其轰炸行动，通过战争的形式给乌克兰社会造成痛苦，给西方的援助带来更高的代价；其三，通过战场上的坚持，让乌克兰回到谈判桌上来，或者让战争在各方不让步的情况下逐步停止。当人们无法确认俄罗斯的战争目的到底是什么的情况下，西方为俄罗斯挖陷阱的说法也就很难成立了，除非普京自己为俄军定了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当然，俄罗斯也没有条件给西方挖陷阱，因为俄乌战场上目前没有掌握绝对主动权的一方，起码现在还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俄乌冲突对各方来说都是被动应对，战场上打得好才能谈及目标，否则谁也没有条件给对方挖陷阱。战争中，变是永恒和绝对的，不变是暂时和相对的。在战争问题上，唯一不变的规则就是变化。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